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沉香如屑爆火背后，一场全民角色扮演狂欢，杨紫诚意演技成社交密码。当抖音热搜榜被刷屏时，沉香如屑早已超越一部普通仙侠剧的范畴。化身一场全民参与的沉浸式角色体验游戏，观众们不仅追剧，更热衷于复刻剧中名场面。有人用眼影盘模仿成毅的破碎赶战损装，有人对镜苦练帝君式隐忍垂眸，甚至宠物博主都让自家猫狗 cosplay 严旦与唐周的浴桶名场面。这场狂欢背后，是观众对剧中角色的深度共情。更是演员表演细节引发的病毒式传播。01诚毅的微表情经济学，演技如何成为二创素材库？剧中应渊、唐周、玄烨三角色差异极大，但诚毅仅凭微表情便完成身份切换。应渊垂眸时睫毛轻颤的克制，唐周挑眉时的少年痞气，玄烨勾唇冷笑的疯批感。被网友逐帧截图制成演技解析9宫格。例如应渊发现严旦剜心救自己时，从震惊到心痛再到愧疚的层次递进，被观众称为眼眶红晕渐变学，甚至有美妆博主推出同款眼妆教程。这种表演的颗粒感激发了观众的创作欲。B 站上，诚毅眼神拉郎配视频播放量破100万，网友将其与其他剧角色混剪，调侃一个眼神能搭变内娱小花。而微博上诚毅演技模仿大赛话题下，素人通过模仿他的苦笑、扶额等动作竞演，评论区宛如大型人间修罗场现场。02从电子榨菜到社交货币，观众为何热衷角色扮演？沉香如屑的二创热潮折射出当代观众观剧模式的迭代，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剧情，而是通过模仿、解构、重组剧中元素进行自我表达。当打工人用翻规表情包吐槽老板，情侣用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把玩梗调情时，剧集已渗透进日常生活，成为年轻人新型社交语言。更有趣的是，观众对渣爹玄烨的态度反转。最初因其偏执人设被骂上热搜，但随着转息轮时间循环设定曝光，网友开始玩起如果玄烨开直播的脑洞，刷礼物让他放弃事业线专心恋爱，或发弹幕劝他格局打开，先灭苍生再复活冉青。这种解构式互动，让反派角色也拥有了养成系魅力。03杨紫的反套路女主，严旦如何打破仙侠傻白甜魔咒？不同于传统仙侠剧女主的恋爱脑设定，严旦的成长线充满现代性。天界时她是敢对帝君的反 PUA 达人，凡间化身花妖后又展露事业脑属性开医馆济世，写画本赚钱，被观众戏称仙侠版独立女性。杨紫在演绎时加入生活化细节，如被唐周捉弄时翻白眼、吃糖时鼓腮帮子等，让角色更接地气。这种去神性处理引发共鸣。豆瓣小组中，女性观众热议严旦职场生存指南，总结出对上司话术拒绝、背锅3原则等实用攻略，甚至衍生出如果严旦开自媒体的搞笑段子，教仙女们用汉旦灵力做美妆博主，拍 vlog 揭秘天界食堂。04仙侠剧的元宇宙野心，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消融。沉香如屑的服化道虽被吐槽窝风，但其构建的视觉符号体系却意外适配短视频传播。演虚天宫的对称构图被摄影爱好者模仿拍新中式大片。严旦的青色纱裙带动某宝汉服销量暴涨200%，就连剧中小梦蝶特效都被婚庆公司改造为婚礼主题元素。更值得关注的是沉香美学对 Z 世代的审美重塑。00后观众将应渊战假装 P 图成赛博朋克风，用 AI 绘画生成唐周开烧烤店同人图，甚至开发出沉香滤镜让自拍照秒变仙界氛围感。
沉香如屑的破圈证明，一部剧的成功不再仅依赖剧本或流量，而是看其能否为观众提供共创空间。当普通人通过模仿程毅的苦笑释放生活压力，用严淡的金句反抗职场不公时，剧集便从娱乐产品升华为情感容器，承载着当代人的喜怒哀乐。或许正如网友所言，我们不是在追剧，是在借他们的故事演自己的悲欢。沉香如屑、杨紫、程毅一人分饰三角，3种不同炸裂演技被观众捧上神坛。北京大妞杨紫的爆款剧《沉香如屑》目前还在持续热播当中，凭借着扎实的演技以及各种出圈名场面，杨紫不仅打脸了群嘲观众，还将该剧推向了一个高度，几乎每集剧情都会引起剧粉们的热议讨论。但由于播放平台的拖更，导致这部《沉香如屑》的口碑褒贬不一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在豆瓣上只拿到了 5.9 的分数，确实是少得可怜，但事实证明，该剧才是众多仙侠剧中最出彩的一部，不然的话，官媒也不会发文力挺了。而除了杨紫外，饰演男主的程毅同样贡献出了惊人演技，从之前的琉璃再到这部《沉香如屑》，虽然都是典型的古偶剧，但他每次都能带给观众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与震撼。这次与杨紫强联手，摩擦出了很多不一样的火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程毅一人分饰三角，分别演了应渊、唐周以及玄烨三角，也就是说，程毅等于在同一部剧中尝试了3个人设完全不同的角色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起初不少路人都为他的演技感到了担忧，毕竟这3个角色都具有很大的难度，稍有不慎就会劝退观众。好在程毅不负众望，没有拉垮整部剧的节奏和质量，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程毅在这部剧中的表现。首先要说的是男主帝君应渊。从某种层面来说，应渊更像是一个霸道总裁，典型的面冷心热，心里怎么想的永远都不会挂在脸上。从小接受帝尊教导，有格局、明事理，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很重，就是不懂得该如何爱自己。就像他本人说的一样，自打学会踢毽那一天起，就走上了战场，见证了无数个生死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有了战神这个称号。反观帝尊，虽然对他很严厉，但心里一直都很在乎他的感受，更何况他是冉青的爱子，更是他的亲外甥。剧粉应该还都记得，在仙魔大战当中，帝尊为了保护应渊，默默付出了很多东西。最明显的就是把神石留在了应渊体内，目的就是让他可以躲过一劫，可谓用心良苦，关键时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，应渊从小就跟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既沉稳又贵气，每次一出场都会给屏幕前观众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，气场十分强大，甚至比帝尊都有威慑力。谁都不可否认，程毅演活了原著中的应渊，哪怕一句话都不说，看上去都非常有代入感。简单的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就能把观众带入其中，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服化道，给所有观众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有营销号为了蹭热度，直呼《沉香如屑》中的应渊就是琉璃男主与司凤 2.0 版本，非要这么说，我只能说你压根儿就没有 get 到程毅演技方面的出彩之处。别看平日里不苟言笑，看谁都冷冰冰的，但在严淡面前，总会做出一个惊人的表现，可以说是秒变喜剧人，经常金句频出。在开篇剧情当中，每天都会按时打卡，到悬心牙翻严淡的小乌龟，既简单又帅气的眨眼动作，就能将乌龟4脚朝天。此时应渊的脸上立马会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笑容，像极了我们小时候在胡同里整蛊小伙伴时的样子，脸上写满了满足感。其次，细心的观众应该发现了，每当跟严淡同框出现的时候，状态十分放松，各种面部微表情显得很生动自然，毫无油腻感。
但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，在后半段的剧情当中，应渊这个人物性格也好，内心也罢，都有了很明显的改变。因为经历了唐周的仪式之后，看破了很多东西，说白了就是完成了自我成长。这时候的应渊眼神明显比之前深邃了不少，犀利眼神直击观众心灵。不同于其他仙侠剧中的男主只会站在那里苍白无力念完整段台词，程毅则是更注重细节上的处理。除了深邃的眼神之外，面部表情也变得更加复杂，这对他本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看得出程毅为了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应渊，下了不少功夫，没有辜负剧粉对他的期望，既对得起原著中的男主，更对得起观众对他的支持，敬业程度可见一斑。二、唐周。不少没看过该剧的朋友，在应渊跟唐周这两个角色之间，经常是傻傻分不清楚。简单来说，应渊是仙界中的天花板，而唐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人设方面有很大的区别。成为凡人以后，他失去了所有天上的记忆，相较之下，唐周活得更潇洒一些，没有了那么多不必要的烦恼，轻松快乐的生活让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所以首次登场就给了观众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不经意间拉近了跟观众之间的距离感。每次跟严旦同框出现，都会上演一出好戏，不停的疯狂撒糖，面部表情跟眼神都要比应渊丰富得多。其实单看唐周的剧照就可以发现，应渊跟唐周两个人物存在很大的不同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眼神。应渊的眼睛里走哪都充满了神秘感，还带有一丝沉重。再看唐周，眼神里充满了满满的希望，做事风格也有很大的区别。应渊无论何时何地做任何事情都很会谨慎，唐周则是更灵活一些。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，应渊更像是一名非常成熟的霸道总裁，而唐周无疑是掉入爱河里的痴情美男子。除此之外，两个角色的哭戏还被剧粉拿来进行了对比。唐周每次落泪都会戳中观众的泪点，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内心当中的痛苦。反观应渊碍于特殊身份，想哭都不能哭，在重走的崖段剧情中深情落泪，把隐忍诠释到了淋漓尽致。在这两个不同难度角色的塑造上，程毅的炸裂演技颠覆了很多路人之前对他的认知，凭实力吊打了所有古偶剧中的男主。纵观整个内娱，能把古偶剧男主演出圈的演员并不多，而程毅就是其中之一。三、玄烨。在沉香如屑的演员表中，并没有出现玄烨二字，因为相较于应渊跟唐周这两个角色，玄烨的戏份并不是很多。但即便如此，程毅还是在有限的篇幅内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。玄烨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既霸气又邪魅，哪怕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仓皇而逃，都能牢牢抓住观众们的眼球。典型的美男子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冉青会那么快就坠入情网了。犀利眼神简直都能杀死人，如此有魅力的男人，想必任何人都抵挡不住。就像剧粉说的一样，每次看到玄烨，心跳都会忍不住加速。该角色从头到尾的状态都很自然，简单一个微笑就能俘获无数少女的芳心，撩妹时的眼神堪称一绝，不看到最后一秒，永远都猜不到下一秒就做什么，向来都是不按套路出牌。别说是剧中的其他角色了，就连观众都忍不住沉浸其中，难以自拔。后来隐藏的身份被冉青揭穿之后，明明是一个王者，却还要拼命的洗白为自己解释，但即便是这样，还能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质，将霸气和邪魅完美融合到了一起，令人不禁赞叹。总而言之，程毅在这部《沉香如屑》中贡献出了很多高光时刻。就目前的节奏来看，他的热度跟杨紫不相上下。除了官媒发文力挺盛赞外，超过80%以上的观众还特意针对程毅饰演的应渊、
唐周、玄烨这3个角色进行了2次创作，能被观众捧上神坛，足以说明程毅的演技有多到位了。每部电视剧都会突破自我，踏出舒适圈，像他这样的实力派男演员，入坑不亏，值得追随。